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张先生38岁，来自河南，家电清洗；陈女士33岁，来自河南，主播。他们遇到了什么？结婚11年，他老是怀疑我外面有人。我出去聚餐，他还要查岗。他挣钱还不积极，我感觉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来气。我是对他一见钟情，十分喜欢，但是他的工作让我十分不放心，所以我想让他帮我生个儿子，他不同意。我的工作比较特殊，他比较敏感，但是他的做法让我很窒息。我当时就不应该同意结婚。他想我不努力挣钱，只要他给我生个儿子，我就会加倍努力挣钱。为什么来？你看嘛，我们当时经过别人介绍认识嘛，然后当时的话我是不同意的，然后因为家庭的压力，然后我们家的话是3个女孩子嘛，我爸意思就是说招一个嘛，然后就是没办法，就是也防止就是说再介绍人给我认识，让我去相亲嘛，然后我就当时的话就同意了，同意之后，然后我就去南方打工，然后就是3年之间没有回来嘛，后面就是他在我们家就是一直去帮忙，因为家里没有男孩子嘛，然后家里的农活什么，然后都是，他过去帮忙干的。然后不管是有什么活他都去干。然后我爸就说：“你回来结婚吧。”然后我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回来之后结婚嘛，结婚之后他就对我一直不信任，他就说我外面有人什么的。哦。你这个哭是因为嫁给他哭，还是因为他不信任你，你哭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就感觉就是他对我不信任，就是你出去吃个饭，他都给你打电话说你又出去吃饭，又出去跟谁鬼混去了什么什么的。你想上一天班了，不可能说不吃饭就直接回宿舍睡觉吧，对不对？出去聚个餐，他就让我拿手机照一圈，看都谁在那儿坐。每次都需要这样吗？对，每次都是这样的。如果不这样呢？不这样，他就说我出去跟人怎么样了，导致我现在我大女儿不是11岁了嘛，然后现在就没有安全感，他一直就说你妈又跟别人怎么样了，真是过了。为啥呀，张先生？可能因为我的经历吧，我爸去世的早，我妈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改嫁了，跟他认识了之后，他去了南方嘛，去了南方就把我拉黑了。最后我又想办法知道他的另一个电话号码，打了几次，他又把我拉黑了，一直在那3年多吧，就不怎么联系。他回来，在我的努力下，同意结婚了。我就问他，你在外面这3年多对我一直不怎么理，是不是谈过男朋友？他说没有。那最后结完婚了，他才说在外面有个网恋。从那个时间对他一直就不放心了。哦，那您这算是入赘吗？算是。所以女生，你那3年拉黑他或者不见他，什么是不想嫁他还是想？不想嫁他，心理上有抵抗嘛。毕竟是相亲，你在外面上班的话，就是感觉不想经过相亲嘛，就想自由恋爱的那种。然后当时的话，确实有那个网恋，因为当时 QQ 的话比较发达嘛，但是一直就是没有奔现。哦，那我接着问啊。实际上面按您这个说法是不太愿意嫁他，对，被迫的。对，因为我爸嘛，他就是以死相逼的那种，就是农村嘛，就是没有男孩子。懂了，懂了。所以这个算是入赘的女婿。那你们孩子跟谁姓啊？跟他姓。啊，入赘的话应该跟您姓啊。因为是我爸让我就是结的婚嘛，然后我就比较抵抗我爸，然后不管就是我老公做什么，然后我都不参与意见。生完孩子姓什么我都不管。这个不算入赘，入赘的标志就是跟着女方姓啊。等于这个婚姻从开始的时候就埋下了不幸福的一个影子嘛，是这样吧？是。其实你挺介意他那3年有个网恋的是吧？对。你在乎这个？在乎。因此现在也不相信他是吗？对，他一直就不相信我。好。然后上班，你看早上起来，女生嘛一般都是需要化妆，需要时间嘛。他打电话，他就在那儿给你说，就让你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然后下班了，打比方就是说8点钟下班，然后8点01他就要给你打电话，就是确认你在哪里。就感觉他整天就感觉掌控欲特别强，感觉就像那孙悟空一样压在那五指山下一直出不来的感觉。除了这个他不信任你，还有别的吗？有。
他现在就是有1年多嘛，然后他就在家里就不出去，他不是干那个家电清洗嘛，然后1个月的话也就2、3千，有活就干，没活就歇。你看现在的社会多卷呀，你还有2个姑娘需要养，家里面也需要开支嘛，怎么说就不干，就是说我就这样，你怎么样吧？那我不干的原因，我给你怎么不说呀？你没有经济条件，你有什么需要去我去那你不干的生？原因是什么呀？我想让他给我生个儿子，他不同意。不是，又不是他生的问题，生男生女不是？不是，我要生3胎就是想要个3胎。那和你不上班有啥关系？你想要3胎，不更得上班赚钱吗？就是我朋友吧，我们一起有时间吃饭的时间，朋友了，还是我们那边的家人说，有2个女儿了，要个儿子，然后我就跟他商量，要个3胎。好好挣钱啊！那好好工作呀。我想让他同意的话，我就不是，那你努力工作就好了嘛。你先把钱挣来呀！你没有钱，你用什么去生？用什么去养？那以前我挣钱的时间跟你商量，你也不是也没同意吗？那个时候那个还小呀，你妈带吗？你妈又不带。不是，那第2个问题又出现了嘛？就是他同意生3胎，如果再是个闺女儿呢？你怎么保证这一胎一定是儿子呢？生什么又不是你说了算，我说了算。哎呀，还有啥让你不满意的？今天都把它说出来。我们在我妈那边嘛，然后我婆婆也不用管，然后我2个女儿都是我妈带大的，然后她就说我爸老是给她丢脸色，怎么样？你想她不上班，然后她在家歇着，老年人就想着现在生活这么卷，到处都需要用钱啊。我爸妈年龄也大了，他妈妈年龄也大了，然后我爸就意思就是说让她出去找工作干活嘛，他就想我爸给他丢脸色了，什么样的。以前我不是每个月都给他个3000、2000吗？就现在的1年多，没给他。以前我说过吗？哎，这1年多为啥不给了？是挣不到钱了，还是说？以前不是那个做生意赔了，还欠了几十万，把账还完了之后，感觉到没什么压力了，就2个女儿嘛。我是想让他再给我生一个，他不同意。不是，你就抓紧挣钱，再讨论生孩子的事儿呗。他是光想让我给他生完之后他再去挣钱，那可能不可能啊？你都没钱养，还有就是他说话老是说大话，就是说一说就是等我有钱了，然后你过生日我给你买个什么东西，然后买金镯子啊，买项链呀，他都没有兑现。你说让我怎么去给他生，对不对？我倒是想给他生呀，他给我机会吗？那刚开始呢7、8年，我对你不好吗？你对我哪里好了？你的化妆品，从结婚到前7、8年，你这套没用完，我那套就给你拿回来了，你超过这些吗？那都是过去式，我要的是现在。我没结婚之前我还说我挣钱我想怎么花怎么花，得跟你结婚之后呢，1块钱需要掰成3瓣。那就这1年多，这是。1年多，你还想让我忍你多久？你掌控欲这么强，你掌控了我11年。来，我问一句啊，女生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，你掌控了我11年，为什么前10年没有这么大的反弹，在第11年上你有这么大的反弹？因为他非让我给他生儿子呀。哦。就是因为生儿子这个问题，他们家嘛就他一个，没有父亲了嘛，然后就剩一个妈妈，然后我婆婆自己一个人在家，他就说人家就是同学啊什么的，就嘲笑他就是2个女儿嘛，毕竟是农村嘛，然后就说怎么样。然后有的还说的更难听，你知道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，就是说是我的问题，说我不能生什么样的。但是我说我不在乎。哦，张先生为什么一定还要拼个3胎啊？你到底是为了要儿子，还有其他的考虑啊？想要个儿子吧。就想要个儿子。对。你怕你媳妇儿跑吗？怕。为什么怕她跑呢？因为我比她大。大几岁啊？6岁。就因为这个她就跑啊？对。刚才你媳妇儿说了一句话，说我倒是想生呢，你得给我机会。这话我们怎么理解？你指的机会是说她对你好坏，还是别的什么？就是她首先要挣钱嘛，你没有钱你怎么养活一大家子，对不对？改变她现在的生活状态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现在你在做主播是吗？对。挣钱多吗？多，比她要多。现在家里的话就1年多都是靠我在养。这1年多她没工作了。对，他就是靠家电清洗，就是有人打电话他就出去干，没人打电话就在家刷手机，躺平。一个男人嘛，你首先要有责任感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就躺平的那种。也许他就是这一段时期想休息一下呢，做个调整。他调整时间也太长了吧？人家调整1、2个月能接受，
你这都1年多了，还调整到什么时候？可能每个人的那个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呀，考虑过吗？没有。好，张先生一定要生3胎是吗？对。为什么？你老婆可都快跑了，你还在想着3胎的事儿呢。我换个角度问你吧，你老婆可能这辈子就跟你就生不出儿子，你怎么办？那也要个3胎吧。3胎之后，人家更说你了，那就不管了。你要那么想要3胎，按照你媳妇儿的要求，不就是你要振作起来吗？为什么不振作呢？那他不同意。他同不同意现在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你得先振作呀。以前说的那个承诺我的东西需要给我兑现了吧？他不兑现，是不是？他还想让我。所以你现在是玩着命的逼他，对吧？对，怎么逼他就是躺平，一说就是说我在外面怎么样。打比方说，一般的话，同事之间出去吃个饭什么的，你没必要说打电话报备吧？所以我特别想问您啊，陈女士，他现在跟你离婚，你接受吗？他给我离婚，我接受，我就不想过了，因为他没有责任感，我为什么要跟他过下去？哦，这个日子一眼到头了。行，张先生，我觉得按照你们俩现在这个表述的话，离婚对你们俩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呀。我不想离婚啊，我不想离婚。你要就想要个儿子的话，离婚对你们来说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？对，我就一直想离，他就不想离。你生儿子的女人嘛，对啊，同时且相爱嘛，这不是最好吗？然后对于女生来说也是个解脱嘛，我也不爱你嘛，我也不跟你过了嘛，这不是挺好的选择吗？你现在养2个孩子费劲吗？费劲呀，肯定费劲呀。女孩子嘛，有舞蹈班、钢琴班什么的，压力已经很大了，是吧？对，我是站在你们俩幸福的角度去想的嘛，为了各自好，对吧？特别是对张先生来说嘛，现在你也不出去挣钱了嘛，你把婚离了，给人家自由嘛，你找人给你生儿子去呗。他不想挣钱的事儿，想花钱的事儿。你是用躺平不赚钱来威胁他生3胎，还是没这3胎的事儿？你现在也就想躺平不赚钱了？这个没想。他就感觉是2个闺女，他就没有动力了。所以就是有没有这个3胎，他其实现在都是一个颓废的、不上进、不想负家庭责任、不想赚钱的男人，对吗？对。那你还跟他干啥？所以我就想离嘛。跟你干啥？这个3胎有关系吗，先生？你自己精神颓废、萎靡，对家庭不负责任，不爱老婆，成天游手好闲，人家跟你看得到希望吗？这和3胎有关系吗？且别说你还想要3胎，谁跟你生3胎呀？这个他就是现在拿那个威胁我说，你不生3胎，我就不出去挣钱什么什么的。所以你看啊，你们2家那个循环模式是一样的，就俩不讲理的人嘛。这家男人不讲理，这家女人不讲理吗？你以为性质不一样吗？对，这不是一样的性质吗？都不为自己的家庭负责吗？真的是，这个先生不对劲，对吧？对，你的媳妇儿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，为什么现在拒绝你的原因是你不挣钱，咱们现在养孩子很费劲，很困难。潜台词就是当你努力了，你挣钱了，家里条件开始变好了，我可以跟你生3胎。但是你现在居然是坚决的不生3胎，我就不挣钱，我就不干活，你不对劲。他是借口，对吧？对，你不对劲，你不是非得要儿子，你不对劲。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，波红兄？你们这一对是在爱宝这个场合，我最想劝离婚的，因为你们2个人真的没有爱，是这个丈夫眼里儿子比天大，所以他可以不顾你的感受，大言不惭地说生3胎就要生一个儿子。他现在的摆烂，摆给谁看啊？他就是威胁我吗？即便你生了儿子以后，生活婚姻过得好吗？他对你的不信任早就在骨子里了。如果真心的爱一个女人，会如此的去践踏她、糟蹋她吗？你应该清醒了。这样的丈夫靠不住，这样的婚姻不可靠。我是没搞明白儿子有啥用。儿子能干啥？为啥儿子就可以让你振作，就可以让你老婆不离开？传宗接代嘛。不是传啥呀？你看哈，你妈生了你，你生了2女儿，就算你拼命生出一儿子来，你儿子万一又生出2女儿，这不代不也没传完吗？然后你妈生了你，你不是入赘到人家吗？你传宗接代，结果跑到人家家传宗去了。然后再问你了，你妈生了你，你妈改嫁了，儿子有能拴住母亲吗？所以儿子有啥用？儿子能帮你拴住老婆吗？以前我也没这么想过要儿子，
就是朋友在一起喝酒了，还是坐一起喝茶了，老是就提这个事儿，然后就有这个想法。哎，人家老提说你没儿子的事儿是吧？那人家要老提你入赘，你不就离个婚呗？所以你究竟为什么要儿子？心里真没有想明白吗？是知道这个妻子已经拴不住了吧？本来女儿就没有能留住妻子的心，你想用怀孕这件事儿拖她2年吧？其实男孩女孩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老婆得大肚子。为什么得大肚子？这样他就不用出去了，这样他就不用做主播了，这样他就不会招蜂引蝶了，这样我就安全了，我可以躺平的安全了，对吧？这个占30%吧，朋友说我占70%。所以很多时候是你自己决定要给自己的脖子上拉了一条绳索。你说我要勒，我要励志，然后把自己给勒死。你的生活好好的，你把绳索解开扔掉吗？眼下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叫内讧。这个内讧是你老婆从头到尾没爱过你，你都没看出人家不爱你吗？一个不爱你的女人是靠孩子能够留得住的吗？是靠你查岗能够征服她的心的吗？你老婆迟早会跟你离婚的，这一点请您认清事实。而你躺平的时间越久，你老婆走的速度就会越快。你说我怎样才可以让我老婆爱我更多一点？很简单啊，兑现你给她的承诺啊。你不就只兑现了点大金链子、小手表吗？这玩意儿买呀！你努力出去洗几台空调啊！你好好出去干点活啊！不就是几千块钱、1万块钱能解决的问题吗，兄弟？我还是那个评价，不对劲，你不对劲。一个能把好几10万债务都能踏踏实实还完的人，而且还能盯着媳妇儿，每次我要检查手机摄像头，我看看他在哪儿呢，或者怎么样。一个这么严谨的人，他会听不出来媳妇儿只是说的努力挣钱就行。你只要不要让我活得这么累，让2个孩子都养得起、负担得起，咱们日子过得稳定，还能有点积蓄，我马上跟你要3胎。不明着说，你先兑现这些年对我说的这些愿望。你说给我买项链不是我要的，你说买的，那你就给我买呀，好几10万都还了，你干了吗？你没有。然后这会儿你用一个特别无理的要求，就是你不跟我生孩子，我就不干活，我就不挣钱。这个我真的很费解。这个干了，但是没以前挣得多。不，人家叙述的是你现在就是不下心思挣钱了。对，他就是不下心思。你不下心思挣，你好几10万都还完了，我就不信你没有挣钱的能力。他有，他不挣。你不得让人家看见哦，你确实能挣钱，让咱们的生活开始变好了。我陪你冒个险，咱们生个3胎，要个儿子。他就是光说不行动。对，人家凭什么给你生孩子？你还想拴住人家？拉倒吧！人家自己现在虽然养俩孩子，人自己说养俩孩子是费劲，但是人家好歹在努力的挣钱，让你的2个女儿日子保持一定的水准。你说我挣过多少钱？你说我之前怎么样？你1年挣个10万20万的，你不都拿去还债去了吗？那有什么可骄傲的？那你欠的钱，你应当还的钱，你对这个家贡献有他那么大吗？人家有的看孩子，人又挣钱又养，我不说了，到这儿了，好，可以了。哎，我真的在想一个问题啊，就夫妻俩过日子，就是要这样过的吗？我现在不挣钱了，就啥都不是了吗？他这个在过去几年赔了好多钱啊。对，他努力的，他咬紧牙根，他把自个儿榨干了，他还上了吧？我们2个一起还的。对，你也辛苦，你们还上了是吧？对。那你说说他有没有一种原来是个大男儿，我敢入赘到我爱的女人家，为了娶她，我拼尽全力赚钱，我给她好的生活。他以前从来不担心你会跑，怎么这1年多这把年纪了，这经济条件也不好，疯了一样非要让你生3胎啊？他就感觉我，他知道你心里看不上他了呀。对，原来你看上他是因为他的钱，今天你看不上，因为他没钱。夫妻俩要这样过日子的吗？他以前不觉得没儿子丢人，他现在他觉得丢人呀。老婆看不住，钱赚不上，啥没有，连个儿子也没有，丢人。当然，你丈夫现在状态非常不对，非常不好，不能是这个状态，不负责任。但是我们作为妻子，在丈夫很软弱的时候，很差劲的时候，能不能稍微给点鼓励啊？鼓励他从来没有鼓励我，我知道啊，老师都是说我。不，你确实现在有问题啊。但我说这妻子呢，你不能给他一点吗？我有说，但是他不动。他又没鼓励过。从这个
白手起家，到有了2个女儿，有了不错的生活，到突然经历这种事业的失败。欠款对你们来说几十万也是大额欠款，现在其实生活刚刚恢复了一定的平静。我是不希望因为这些风波，10几年的夫妻曾经付出投入那么多的婚姻就这么解体了。我还是希望你们彼此给自己给对方一些时间。先生，你也不要这么颓废下去了，你不要拿生儿子当借口，该你老爷们干的事儿，生不生儿子咱都得干，咱努力接单啊，1个月挣个1万啊，慢慢从头东山再起，让老婆重新看得上你啊。这不是你应该做的吗？那妻子不应该做的是给他一些安慰，夫妻把这个难关过去，培养一点你们之间的情谊。咱都不说爱情，不说爱，情谊，同床共枕10几年，咱们之间的情谊好不好？我不希望就这么散了，有一点坎坷咱就大难来了，这夫妻就各自飞。听过那句话吗？人穷志短，真是马瘦毛长。哎，年轻的时候叫人穷志短，也没爱上，入了赘也无所谓，因为得有个女人呐。对，匆匆一面，只是在那个环境和条件下你能找到的一个女人，仅此而已嘛。如果那3年你见到了钱，做得还不错，怎么可能还会心心念念的等一个3年间反复拉黑你的女人呢？还是人穷嘛，但是又想要媳妇儿嘛，所以我可以忍嘛。女方这件事儿，其实你非常不厚道。对，为什么你不厚道？或者说你对你自己不厚道？我爸让我说这个事儿，我就答应了，然后我去打工嘛。你那会儿可以不答应去打工吗？还可以再回来嘛，或者不回来了嘛？我再自由恋爱一个嘛？你没有啊，所以回来了，2个人发现就非常有意思，其实彼此都不相爱。对。对那个穷小子来说，那时的穷小子来说，就是有一个女人热炕头；对于女性来说是同样的，没有了嘛，有这么一个嘛，叫什么“有了胜于无”。这种婚姻其实挺可怕的，因为在这个婚姻里面是没有光泽的。而在这段感情当中，有人在极力的维护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谁在维护？恰恰是你老公在维护。对，而一直不给这个婚姻添柴火的，恰恰是你。是，你总觉得我嫁亏了，你大概都没有很认真、很好的试着去了解你先生，你可能都没做这件事儿。但是他在做一个细节，就我条件好的时候，我给你的化妆品买的，什么时候是空了你开口要的，这可不容易。对，这个为什么不容易？就是。你老婆现在用什么化妆品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就是男人当他这样的时候，其实是上了心了。对，你看不到。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出现了，你现在见过钱了，即使是还债，还个几十万也算见过钱了。对。为什么还这样？你是爱上这个女人了？他爱的。还是什么？他爱。那我得出的结论就是，他是有爱的。对对，他爱。所以他才守她。对。痛苦的是，这个女人从来没有爱上过。对。像我和我朋友开店，头几个月挣了几十万吧，我就抽包烟，其他的钱全部都给他了。是啊。所以他没有爱上你嘛，这是我们要核心表述的嘛。所有的一切，就是因为你的妻子不爱你，这个是特别可悲的。你不像他们啊，彼此是爱的，有责任的。他再难，他靠着这个爱去补，可以补很多的短板，补很多的东西。所以你们的婚姻那是靠什么支撑啊？对你来说是爱，对这个女生来说就是其他的东西。所以这个才是这个婚姻最可悲的。人家说患难见真情啊，人生低潮，男人碰到事儿的时候是最见人的。你把这个事儿想清楚，然后你想我还值不值？哎呦，就是你丈夫对你的爱哈，能强烈到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你开始哭了，你的丈夫第一反应是走到你身边，用他的袖子想帮你擦眼泪，你把他推开，他把你捧在心尖尖上，可是你不领这个情。你对他拒绝的越狠，这个男人就越不知道怎么办，只能想我用最老土的方法吧，让这个女人再怀上我的孩子，他就不会抛弃我了。你们好好考虑考虑，反正你们的命题特简单，同意打借条，咱就出来。
不同意打借条或者不给人打借条，咱就别出来。你们俩之间特别简单，你愿意陪在他身边，鼓励他站起来，你们就出来。因为我觉得这个丈夫肯定是无条件的，不愿意分开的嘛。对，他不愿意。你都这样了，我就不跟你过了，对吧？你们就别出来。谢谢你们啊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谢谢老师的点评。请回。